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休闲游戏《热血躲避球》。我选择了阿力队，选哪一个队起手其实关系不大，因为游戏到了第2关之后，可以吸收对方的队长，加入己方的队伍。我刚刚使用了一个必杀技，咱们再用一个。每个角色有2个必杀技，但是当你当队长的时候，下方的蓄力槽满了，可以使用一个队长的超杀。给大家每个角色都演示一下技能。这个躲避球的规则和红白机版略有不同，在场上被淘汰的角色可以站在场地的周围，协助队友进行攻击。第1关很快就打完了。第1关是给玩家上手的，所以说第1关对手也没有人可以加入。第2关这个队长叫做真丝，但是我看起来有点像悠悠白书的桑原。除了2个必杀技还有队长技之外，咱们也可以使用假动作，但是我个人的观点，假动作对于 AI 是没有用的。你和玩家进行对战的时候，你可以使用假动作来迷惑对手，但是 AI 是知道你的出招的，所以游戏的难度就可以通过调整 AI 接住玩家攻击的概率来进行控制。除了各种必杀技之外，还可以使用反击技。对面使用了一个队长的超杀，其实队长的超杀也是可以接下来的，但是接住之后会消耗一定的血量。我现在在进行集气，游戏的操作键还是比较多的，一个攻击键，同时也是接球键，还有一个传球，还有跳跃和假动作键。但是手里有球和没有球的时候，按键的作用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假动作，在没球的时候就是挑衅，这里就让他加入吧。结果把我队伍里的妹子给替换掉。现在面对的对面是30队，30就是对方的这个金刚芭比啊。反击技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，但是使用之后有一段时间的硬直。真丝的超杀是开车呀，开的摩托车。前几关的难度不算高，越到游戏后面，对面的接球的几率就越高了。不只是接，而且呢，他会发动反击技。对面的气槽也满了，但是已经被淘汰1个人了。我觉得放超杀最好是跳到对面的半场去放。刚才使用了一个假动作，然后才用的必杀技起手。我这里的手速真的是拼不过对面，因为没有开连发。让30队也拿下了，咱们让30加入吧。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，但是可能有 F 键比较灵活的小伙伴会喜欢啊。一看就是一个力量型的。这里我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我的队伍里有国服了呢？因为本来我想收国服，结果打国服队的时候选错了选项啊，所以我就开了一个金手指，这样算是把国服挽回了。毕竟呢，他是主人公啊。这如果是从头打到尾，队伍里没有国服军的加入，那感觉是没有玩热血系列。对面现在打的这个队叫做美雪队，美雪是本作的一个原创角色吧，后面还会有。国服跳起来这一招，可能在红白机的时候大家也见过。空中的这一下旋转球是一个新招。
对面开始可以接住我的必杀技了。我用了一个反击技，反击技就是手里无球的时候升龙。对面晕了，那一个超杀就带走了。这款游戏是发售于1996年，年代很晚了，晚到什么程度呢？晚到发售完厂家就倒闭了。这个厂商就是泰克诺斯，很多小伙伴应该比较熟悉，因为热血整个系列加上双截龙，还有街机上的变身忍者等等，都出自其旗下。给大家演示一下美雪的招式。美雪是2招，有一招是缓慢球，但是它的优点呢，就是球都是投掷出去的，不是人球合一。所以说你把球扔出去之后是一个必杀技，然后呢你可以蓄气，蓄好了就可以发动队长超杀了。但是我个人认为本作的队长超杀意义不是很大，因为接球这一下实在是太 bug 了。发动一下吧，被对方接住了，然后就回敬了我一下。这一招球的位置不是很好判断，把球传给国夫。现在打的这个队叫做萨布队。对面这个家伙是一个社长，算是特殊的社会组织的社长吧。一会儿大家如果看见他使用必杀的话，就能够理解。哦，被干掉了，那他没机会了。啊，这算是给我助攻了吗？对面攻击了我一下，但是我使用了一个反击技，把球打出去了。让这个家伙加入吧，把国服替换掉了。我就是尽量让更多的人加入，给大家演示他们的必杀技。拼手速，这次竟然赢了。这是他的第一招，这招是升龙按攻击。这款游戏不像红白机一样，放必杀技的时候需要跑步来进行蓄力，这里纯粹是指令技，无论是反击技、必杀技还是超必杀。反击这一下还是很好用的，但是你要掌握好使用的时机。现在打的这个队叫做剑二队，剑二这个角色也是本作原创的。其实这款游戏在街机厅是相当冷门的。我当年在街机厅玩过另外一款热血躲避球，和红白机版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里边人物的比例不太一样。像国服这种队长级的，体型是普通队员的2到3倍。我刚才发动了一个队长超杀，大家也看见了，是用枪打出去的。我一个必杀技虽然淘汰了对面一个人，但是被对方的队长反击了。争球，争赢了。主要是最近2次争球我有准备啊。让剑二加入吧。这里是打了一个混合队啊，有剑二，有30，还有国夫，都是队长级。那之前打的那些队伍呢，他们是带着默认的队员的，但是到这儿已经都是队长级的角色了，说明游戏已经进入到后期了，难度很高。这款游戏也是有剧情的。咱们要打的最终 BOSS 叫做 DB 茂，也可以叫做 DB 真奥。
就是音译的不同。最终 BOSS 之前也是一个躲避球的明星运动员，但是在一次比赛的事故当中失去了妻子。这种运动还有危险性，我实在是想不到的。可能是他的超杀太强烈了吧，所以最终 BOSS 就开始痛恨这项运动，想通过组织比赛击败这些人，毁掉这项运动。听起来不大对啊，你组织比赛不是让这个运动更火了吗？但是这些 BOSS 的脑回路啊，实在是无法理解。游戏的最后，主人公一行把最终 BOSS 击败了，然后作为比赛解说的，就是背景上绿色头发的那个妹子，就是最终 BOSS 的女儿。在她的开导之下，最终 BOSS 也认清了自己的错误，强行洗白吧，就是。游戏的剧情大概就是这样，但是找游戏的资料真的是很费劲啊。之前我说过了，这款游戏比较冷门，冷门到什么程度呢？它甚至没有在日本的本土发售日文版，非常的匆忙，因为开发商马上就倒闭了。但是如果你把模拟器或者机台的 BIOS 设置成日区的话，还是能玩到日文版的，说明日版已经制作完了，但是并没有发售，就是受到了厂家倒闭的影响。这里就是最终 BOSS 了。最终 BOSS 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游戏的时间不大够啊。游戏的时间其实可以设计成是99秒的，但是我打的是默认的60秒，那就不太够了。因为最终 BOSS 会变身，他最后变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有一点像某些邪教的教主的，并且当年在11区也引发过一些事件。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正是因为这些事件导致了它没能发售日版，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厂家自己先扑街了。咱们这里最后能够淘汰掉对面的角色，咱们就能赢下来。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了，最终 BOSS 还没变身呢。他们接球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，就是你的攻击很少能够发挥作用，大部分的伤害都是反击技造成的。这下反击技还挥空了 ，BOSS 变身了，你看飘起来了这，而且带着翅膀。恶魔的形态啊！游戏的时间还有15秒，这个家伙会飞，这个太恶心了。这两下不错，其实给我时间充足的话，还是能打赢的。一个反击技。淘汰掉一个，这样咱们是稳赢了。打最终 BOSS 还是利用反击技，所以最终 BOSS 这里可以用一些极端的打法，比如说你拿到球，就使用一个必杀技马上还回去，让对面多发动进攻，然后你利用反击技来打，这个玩法就很怪异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热血躲避球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